城市西安篇。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在中国有这样一座城市，坐落在中国的西北地区，曾经是13个朝代的首都。你知道是哪里吗？没错，这座城市就是西安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跟随小汪老师一起去西安逛逛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汪老师，现在我在西安，我身后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博物馆。大家知道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吗？其实呀，这跟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有关。这个人叫做秦始皇。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这是他死后住的地方，叫做陵墓。陵墓里面有什么呢？小汪老师，请你带我们去看看吧。这个地方叫做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，里面放了很多兵马俑。那么，什么是兵马俑呢？请大家看这些人和这些马，他们不是真人和真马，而是用陶土做成的士兵和战马，所以他们被称为兵马俑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秦始皇要在这里放这么多兵马俑呢？兵马俑也叫秦始皇兵马俑，它们是用陶土做成的士兵和战马。公元前246年，秦始皇统一了7个小国家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。他把都城定在西安，在他成为皇帝的第1年，就已经开始修建这个陵墓了。由于他在活着的时候是整个中国的主人，他死了之后也希望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战马，在死后依然带领军队作战，所以他让大量工人用陶土复制了这些士兵和战马。同学们，请你猜一猜，小汪老师去的地方大概有多少兵马俑呢？应该有很多吧。据说修建这个地方一共用了39年，兵马俑主要分布在3个坑，数量超过8000件。第一个坑里有超过6000名士兵，每个都有几百斤。第二个坑里有130辆战车和超过600匹战马。第3个坑里存放高级统帅。这些兵马俑做得非常逼真，他们的体型和穿着看起来都像真的士兵一样，每个都有不同的表情，甚至连耳朵也都不同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请小汪老师带我们继续去逛逛。好的，现在我进入了博物馆内部，这里是兵马俑1号坑。看着里面的场景，你有什么感受吗？对我来说，我很震惊。首先，这个规模很大，下面有战马和马车，也有拿着武器的士兵。这些士兵的身高和体型和真人一样大，而且穿着铠甲，表情看起来很严肃，就像活的军队站在我面前一样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当时制造这些兵马俑的工匠们一定技艺高超，耐心又细致。希望同学们有机会也来亲自看一看。好的，感谢小汪老师的介绍。兵马俑不仅是西安的名片，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代表。那么，除了秦始皇，你还知道哪些和西安有关的历史人物吗？老师想给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的4大美人之一杨玉环。你知道她是哪个朝代的人吗？杨玉环生活在唐朝，是唐朝皇帝唐玄宗最喜欢的妃子。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，由于那个时候的经济、文化和外交都十分发达，所以唐朝也被称作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。
如果你也想感受唐朝的繁华和热闹，我们就一起跟小汪老师继续游览吧。现在我来到了大唐不夜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灯火通明，游人如织。他们有的在唱歌跳舞，有的在卖东西，还有人在喝酒吟诗。你看，我也换上了唐朝的服装，穿上这样的衣服，好像自己真的回到了唐朝一样。小兔老师，这里和唐朝一样吗？其实，在唐朝的街道确实比现在要热闹很多呢。我们可以看到歌舞表演，还有杂耍、吐火、放花灯的活动，大人小孩都出门庆祝。小汪老师，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活动吗？我也看到了有人在跳舞，大家看，他们动作柔软又美丽，而且穿着像羽毛一样的衣服。但是很遗憾，我不知道他们在跳什么舞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跳的舞是霓裳羽衣舞。唐朝的时候，杨玉环也曾经给唐玄宗跳过这支舞呢。原来是这样，真的太美了。我还在这里看到了一位中国最有名的诗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在这块招牌上可以找到答案。这个诗人就是李白，他曾经写过一首《静夜思》，同学们来一起读一读吧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是的，看，他正在那里吟诗呢。如果同学们来到西安，也一定要换上唐朝服饰，身临其境地感受大唐盛世。但是唐朝和现在的西安还是有点不一样。唐朝的时候，走在街道上，你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使团、留学生，还有商人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和艺术表演。那个时候就有外国人来中国了吗？是的，你知道丝绸之路吗？唐朝的时候，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渠道，而西安正是丝绸之路的起点。中国的很多东西，比如丝绸、茶叶以及金银器具，就从这条路被传到其他国家。西方的很多东西，宝石、音乐舞蹈，还有佛教，也从这里被传入中国。所以在唐朝的时候，走在街道上，你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商人。现在，请你暂停视频，想一想，下面的哪些东西是由中国出口的？哪些东西是从其他国家传入中国的呢？答案是这样的：丝绸、茶叶、瓷器，还有金银器具从中国被运送到其他国家，而西方的佛教、葡萄、宝石还有菠菜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。你猜对了吗？如果你对丝绸之路感兴趣的话，请你在课后查一查，唐朝还有哪些进出口的商品呢？翻转课堂的时候，我们将会一起讨论。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渠道，直到今天，它仍然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经过不断的发展，丝绸之路逐步演变为今天的一带一路。这让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变得更加便利，也让西安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开放、包容、国际化。中国政府和很多城市，包括西安，为想要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设立了“一带一路”外国留学生奖学金。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可以来到中国，来到西安，学习汉语知识与中华文化。今天的微课就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